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大家可能都很好奇的问题啊，就是情绪怎么会成为健康杀手？就你那些习惯性的内耗啊，那些压抑的情绪啊，其实会让你的皮质醇升高，免疫力下降，甚至会让你身体出现各种毛病。对，真的蛮值得聊的。OK，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吧。咱们先第一部分先聊情绪致病的现象大揭秘啊。OK，第一个问题啊，情绪到底是怎么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就其实情绪和我们的健康的关系真的非常的密切。对，就是你，比如说你焦虑或者说你生气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会自动分泌一些激素，像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然后你的心跳会加速，你的血压会上升。对，你短时间的这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长期这样的话，就会让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所以怪不得很多人说压力大的时候就觉得这哪儿都不舒服。没错没错，就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会让你身体的这个平衡完全打乱，对，那免疫力也跟着下降，然后各种健康问题，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糖尿病，比如说胃病，甚至皮肤病都会来找上你。所以说这个情绪其实是很多疾病的一个幕后黑手。那就是说情绪压力会让我们的身体哪些部位最容易出现问题呢？其实从头到脚都有可能。对，你比如说你长期的这种焦虑啊或者紧张啊，会让你的心血管超负荷运转，对，然后增加你心脏疾病的风险。你生气的时候你会觉得胸口发紧，严重的话甚至会诱发心绞痛。对，原来不只是心理上的一个影响。对，没错没错。然后除了心脏之外，像你的消化系统也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比如说你紧张的时候会胃疼，你压力大的时候会腹泻。另外像你的皮肤会容易过敏，女性的话会出现乳腺增生、月经紊乱，还有就是你的哮喘会发作，或者说你的脱发会更严重，甚至像癌症的发展都跟情绪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出现了哪些状况的时候，有可能其实根源是情绪问题呢？就是你如果反复的去检查都查不出什么毛病，然后你的这个症状老是变来变去，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一会儿那儿不舒服，并且它跟你的心情波动是很有关系的，那你就要小心了，可能就是跟情绪有关的一个身体的反应。哦，原来是这样。那哪些人又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像青少年啊，然后更年期的女性啊，老年人啊，还有就是有慢性病的人啊，这都是比较容易出现情绪问题的。那中医其实很早也讲过，就是七情过度会损伤我们的脏腑，那其实就是强调了这个情绪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去关注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情绪和免疫力之间的那些科学机制，好吧？咱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情绪到底是怎么影响免疫力的？其实在我们的体内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网络叫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就它是专门来让我们的大脑和免疫系统进行对话的。哦，对，那这个对话的这个信息高速公路就是通过这个我们的边缘系统和下丘脑来进行一个调控的。那一旦我们有比较长时间的这种负面情绪的话，它就会让我们的这个 HPA 轴和交感神经系统一直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分泌很多的压力激素，比如皮质醇。皮质醇如果长时间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的话，它就会拖垮我们的免疫防线。哦，对，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肾上腺素也会飙升，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我们免疫细胞的正常的工作。所以难怪为什么就是说一到重大考试或者说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感冒。对，就是这样。对，而且你比如说像焦虑啊或者抑郁啊这种长时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它会让我们体内的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下降。那同时呢，我们的促炎的细胞因子会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身体里面就像有一个持续的低烧一样，就一直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那时间长了之后，你的免疫力就彻底的被击垮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容易生病，甚至你的疫苗的效果也会打折。那如果说我们经常处于一种负面的情绪当中，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长期的影响呢？其实长期的这种情绪的压力，它会让我们的身体分不清休息和危险。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质醇就会一直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那时间长了之后，我们的免疫细胞对皮质醇就不敏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炎症反应就是失控，所以说身体就更容易出毛病。对，没错没错。然后慢性的压力还会让我们的骨髓产生太多的这种炎症的细胞，那这些细胞呢，它会慢慢的去破坏我们的血管的内壁。那同时呢，我们的肠道菌群也会失调。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免疫信号就会混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陷入一个
炎症、疾病、情绪低落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那我们的健康就会越来越差。那我们如果说想要通过调节情绪来保护我们的免疫力的话，有哪些比较具体的方法是真的有效的呢？其实像冥想啊、写表达性日记啊，还有就是规律的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帮我们去减少压力激素，然后同时呢，可以唤醒我们的迷走神经，来帮我们抗炎。包括我们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补充一些像欧米伽3脂肪酸啊，还有益生菌啊，这些都是可以帮我们的肠道和大脑一起来打好这个免疫的基础。然后我们来到第3个部分啊，就是说这个守护免疫的情绪管理法。那这个就很好奇了，就是说到底有哪些科学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情绪稳定啊，从而让我们的免疫力更强大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很简单，你可以落地执行的一些策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主动的去记录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美好，然后还有就是换一个角度去看待我们遇到的一些不顺，还有就是跟亲友之间有一些深度的交流，这些都可以慢慢的去帮你筑起一个心理的防护墙。听起来就是说情绪管理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具体，要可操作。没错没错，像什么腹式呼吸呀、身体扫描呀、规律的运动呀、培养兴趣爱好呀、保证充足的睡眠呀，然后还有就是合理的饮食呀，这些都是可以帮我们去减轻压力激素、调节免疫的。包括我们遇到情绪难题的时候，要及时的求助专业的人士。你觉得就是说这个调节情绪真的可以在提升免疫力这件事情上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吗？绝对有用，因为其实焦虑和压抑这些情绪如果长期的存在的话，它是会大幅的降低我们的免疫细胞的活性的。那相反，如果你可以去坚持一些科学的情绪管理的方法，比如说你每天去记录一些积极的事情，或者说你每天去做一些腹式呼吸，或者说你保证规律的作息，这些事情你去坚持做，短短几周就可以看到你的心理和免疫状态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所以说情绪调节它是一个保护我们健康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手段。那有没有哪些情绪调节的小技巧是可以马上就用起来的，就是在面对压力或者面对一些情绪波动的时候可以马上用起来的？当然有啊，比如说遇到情绪突然上来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4-7-8呼吸法，就是用鼻子吸4秒，然后屏气7秒，再慢慢的呼气8秒，做个几组，你会感觉到立刻就会平静下来。还有就是你可以去写一个焦虑清单，就是把你烦恼的事情都写下来，你会感觉到好像你的头脑清醒了很多。还有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设计一个小小的结束工作的仪式，比如说你下班回家之后换一身衣服或者洗个手，这些都可以帮你去轻松的转换这个场景。对，这都是一些可以帮你去及时的安抚你的情绪的一些小的妙招。对，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情绪和健康的这些秘密啊。其实说到底，真正的关爱自己，其实就是从每一次觉察并释放我们的情绪开始，别再让这些无形的内耗再继续吞噬我们的生活了。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轻松自在的好心情，下期再见，拜拜。